上期咱们在太虚幻境听完了12支催命曲，宝玉从梦中惊醒，还喊出了秦可卿的小名。这一期开头，曹雪芹就解答了个悬念：宝玉梦醒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但是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，作者笔锋突然一转，从富贵之极的贾府转向了千里之外的一个乡下人家。第5回还在天上听仙曲儿，第6回直接落地到了庄稼院。这种从云端到泥土的急转弯是《红楼梦》里面的结构手法之一。刘姥姥是谁？她跟贾府有什么关系？她为什么要进府？这一期咱们就见证2个极端世界的碰撞。我们先听原文。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从梦中唤他乳名，心中自是纳闷，又不好细问。彼时宝玉迷迷惑惑，若有所失，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，呷了2口，遂起身整衣。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，不觉伸手至大腿处，只觉冰凉一片黏湿，吓得他忙退出手来，问是怎么了。宝玉涨红了脸，把他的手一捻。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，年纪本又比宝玉大2岁，近来也渐通人事，今见宝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觉察一半了，不觉也羞得红胀了脸面，不敢再问，仍旧理好衣裳，遂至贾母处来，胡乱吃毕了晚饭，过这边来。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，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。宝玉含羞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千万别告诉人。”袭人一含羞笑问：“你梦见什么故事了？是哪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？”宝玉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，然后说至警幻所受云雨之情，羞得袭人掩面拂声而笑。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，遂强袭人统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。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，今便如此，亦不为乐理，遂和宝玉偷试一番，幸得无人撞见。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，暂且别无话说。按荣府中一宅人核算起来，人口虽不多，从上至下也有300-400丁，虽是不多，一天也有10-20件，竟如乱麻一般，并无个头绪可做纲领。正寻思从哪一件事自哪一个人写起方妙，恰好忽从千里之外借斗之微，小小一个人家，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，这日正往荣府中来，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，倒还是头绪。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谁，又与荣府有甚瓜葛？且听细讲。方才所说的这个小小之家，乃本地人士，姓王，祖上曾做过小小的一个京官，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，因贪王家势力，便连了宗，认作侄儿。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，只有此一门连宗之族，余者皆不认识。目今其祖已故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唤王成，因家业萧条，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。王成新近亦因病故，只有其子，小名狗儿。狗儿亦生一子，小名板儿。嫡妻刘氏又生一女，名唤青儿。一家4口仍以务农为业。因狗儿白日间又做些生计，刘氏又操警救等事，青板姊妹2个无人看管，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。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，膝下又无儿女，只靠2亩薄田度日。今者女婿接来养活，岂不愿意？遂一心一计帮衬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。因这年秋尽冬初，天气冷将上来，家中冬事未办，
狗儿未免心中烦虑，吃了几杯闷酒，在家闲寻气恼。刘氏也不敢顶撞，因此刘姥姥看不过，乃劝道：姑爷，你别趁着我多嘴啊，咱们村庄人哪一个不是老老成成的，手多大碗吃多大的饭？你皆因年纪小的时候拖着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惯了，如今所以把持不住，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，没了钱就瞎生气，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？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，终是天子脚下，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，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，在家跳他会子也不中用。狗儿听说便急道：您老只会炕头上说混话，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？刘姥姥道：谁叫你去偷呢？也到底想法大家财多，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啊？狗儿冷笑道：有法还等到这会子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有什么法子可想？便有，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。刘姥姥道：这倒不然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咱们谋到了，看菩萨的保佑，有机会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。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，20年前他们看成你们还好，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时不肯去亲近他，故疏远起来。这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，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想快，会待人，倒不拿大的。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，越发怜贫恤老，最爱斋僧敬道，舍米舍钱的。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，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，你何不去走动走动？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啊。要是他发一点好心，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。刘氏一旁接口道：你老虽说的是，但是你我这样的嘴脸怎好到他门上去的？先不先，他们那些门上的人未必肯去通信，没得去打嘴现事。谁知狗儿立民心最重，听如此一说，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。又听他妻子这个话，便接笑道：姥姥既如此说，况且你当年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，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，先试试风头再说啊？刘姥姥道：哎呦呦，可是说的侯门深似海呀，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家人又不认得我，我去了也是白去的。狗儿笑道：不妨啊，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，你竟带了外孙子板儿，先去找陪房周瑞，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。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，我们极好的。刘姥姥道：我也知道他，只是许多时不走动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样。这也说不得了，你又是个男人，又是这样个嘴脸，自然去不得。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，倒还是舍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。果然有些好处，大家都有益。便是没银子来，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，也不枉我一生啊。说毕，大家笑了一回，当晚记忆已定。正文演播完了。曹雪芹很有趣啊，他忽然跳出来说话了。讲完宝玉第一次的性经验，他直接面对读者说按荣府中一宅人核算起来，人口虽不多，从上至下也有300-400丁，虽事情不多，一天也有1-20件，竟乱麻一般，并无个头绪可做纲领写小说的人很少自己出来这样说话，这多松弛啊。然后他自问，我到底要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写起呢？接着自己回答了，恰好忽从千里之外小小一个人家，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，这日正往荣府中来，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，倒还是头绪。这就像电影的剪辑技巧，上一段还是宝玉的私密梦境，下一段直接切到了乡下的庄稼院，
接的不好会很尴尬。但是曹雪芹用了一个巧妙的转法，让作者亲自出来打板，告诉观众啊，镜头要转了啊，咱们换个地方说。这种原叙事的手法在古典小说里是极为罕见的，体现了曹雪芹对自己笔力的绝对自信。那么我们再来说刘姥姥，她的语言粗俗，但是到位，句句体现性格。她劝狗儿守多大的碗，吃多大的饭，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有多大的本事，端多大的碗。说狗儿拉硬屎，瘦驴拉硬屎下逞能啊！说贾府拔一根汗毛比咱腰还粗呢，这比喻有多鲜活？还有侯门深似海，一个乡下老太太引用古诗引用的这么自然，这些话粗不粗？粗，但是准不准呢？绝对准。几句话把刘姥姥的通透务实有生活智慧给写活了。曹雪芹写贵族小姐用笔精细，那写乡下老太太用笔同样精准，只是换了语言风格，这才是真正的写作能力，不是只会写一种人，而是什么人都能写得像。那么人物关系咱们捋一捋啊，不然我们容易懵。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，祖上跟王熙凤的爷爷连宗啊，就是硬攀的同姓亲戚，没有血缘的。王狗儿的爹叫王成，已经死了。那么狗儿娶了刘姥姥的女儿刘氏，生了板儿和青儿，所以刘姥姥是狗儿的岳母，是板儿和青儿的外祖母。王夫人是贾政的老婆，王熙凤的姑妈。周瑞是王夫人从娘家带来的陪房啊，也就是亲信仆人。所以刘姥姥跟王夫人、王熙凤基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啊。那刘姥姥决定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，她能找到周瑞吗？周瑞还认这门穷亲戚吗？就算见到了周瑞，能见到王熙凤吗？那么下一集咱们看刘姥姥怎么过关斩将进贾府打秋风的，我们下一集接着讲。